今天的生活体验营，雅令跟 John 要利用2天1夜玩遍东北角。虽然以前经过不知多少次，但每次都只是在车上匆匆看过。这回我们要一站一站下车，好好欣赏世界级美景。现在眼前是必访的阴阳海，因为山泉水夹带了丰富的金溶矿物质流入大海，才形成蓝黄交织的奇景。看，这有一艘渔船缓缓驶进一旁的水南洞渔港，在奇幻的海面上勾勒出绝美的生活日常。看完海，反过来看看山这一边，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依山而建、层层叠叠的13层遗址。它过去是早期提炼金银铜矿的选炼场，如今荒废后披上绿衣，宛如台湾的天空之城，散发着神秘的荒野美感。而往旁边望去，就是守护着这片海域的基隆山，一边是历史遗址与雄伟圣山，一边是奇幻海景，真的是极具层次感的震撼画面。我们往前开，左侧的南雅奇岩是著名的景观，右侧有个石梯坑古道，非常的隐秘，是绝对要下车探奇的。二话不说，直接开进去。这回我们转个身，好好看看这里美丽的山景。沿着这条被满满绿意包围的山中小径慢慢步行，两侧陡峭的岩壁满是生机，真的很有秘境感。最惊喜的是，当我们漫步在山谷间，一转头望向大海，越过前方的防波堤，竟然能清楚远眺海上的基隆屿。它就像海上守护者一样，静静伫立。这种被壮丽山谷环抱，又能一眼看见基隆屿的震撼，真的是东北角最迷人的隐藏版风景。沿着海岸线走，你会发现东北角有非常多像格子般的9孔鲍鱼养殖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原来这里拥有得天独厚的岩礁地形，加上黑潮暖流带来的纯净海水与丰富浮游生物，正是9孔生长的完美环境。渔民利用自然的潮汐换水，让这里出产的鲍鱼肉质特别 Q 弹鲜美。看着这一格格与海共生的养殖场，不仅是地方产业，更是东北角最独特的海岸地景。雅令跟 John 来到海洋牧场景观餐厅，准备挑战生平第一次的活鲍鱼火锅。看着新鲜的鲍鱼直接下锅，心里虽然觉得有一点点残忍，但这真的是食材新鲜度最高的呈现。当烫熟后咬下的那一刻，这鲍鱼的口感确实惊人，非常软 Q 且充满海洋的鲜甜，真的太好吃了。这种既震撼又美味的初体验，绝对是这趟东北角之行最难忘的一餐。没差，有人要请客。吃完满足的午餐，我们继续沿着北滨公路往东北角方向前进。开着开着，海边突然出现一栋纯白色的壮丽建筑，那充满地中海风格的白墙，像极了希腊的度假胜地。我们二话不说，立刻停下车来，一定要好好了解一下这到底是哪里。走近一看，才发现这里是已经停止营运的龙洞四季湾。虽然现在少了游客的喧嚣，但这座宛如度假山庄的规模，依然能想象当年的风华。接着视线往远方看去，海湾入口处矗立着2只巨大水泥鲸鱼雕像，就像是守护神一样守着港口。而在鲸鱼雕像的后方，是一座规模不小的船屋，这里其实就是龙洞游艇港，里面停放着多艘精致的私人游艇，随着海浪轻轻摇晃。离开了龙洞，我们来到了充满故事的鼻头渔港。从地理位置来看，这里与富贵角、三雕角并列为北台湾三角，是地图上向海延伸的突出端点。早期这里的地质结构特殊，鼻头角就像是一座浮在海面上的小岛，直到泥沙堆积才与陆地连为一体，形成现在这种独特的陆连岛地形。谈到历史，鼻头渔港不仅是天然的避风港，更是古往今来航海人的重要地标。因为这里的水域复杂，海流汇集，早期商船与渔船行经此地时，都要依赖岸边的灯塔指引方向。雅令跟 John 站在港边，看着现今静谧的港湾，很难想象这里曾是惊涛骇浪中的守护者。这里除了丰富的渔获外，更保留了浓厚的淳朴渔村风情。
走在渔港旁，感受着海风吹拂，看着停泊的渔船与远方陡峭的鼻头角棱线，这种历史感与自然景观的交织，让鼻头渔港不只是这趟旅程的一个站点，更是一段跨越时空的东北角见证。来到鼻头渔港，你一定会注意到堤防边坐满了全副武装的钓客，因为这里正好位于寒暖流交汇处，丰富的鱼群让它成为钓鱼爱好者心目中的一级战区。许多饕客会特地开车来到这里，就为了寻找刚上岸的最强海鲜。为了要圆雅令跟John这趟旅程的心愿，我们做出了一个最重要的决定。即便方向不对，但John非常坚持要在前方安全处掉头。为什么呢？因为在台湾开车环海，唯有由南往北开，那广阔无垠的太平洋才会紧邻在车窗的右手边。这样一来，雅令不用隔着车道就能直接感受那一抹湛蓝。John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与海洋零距离，在那每一个转弯处随时迎接世界级的惊喜。我们决定放慢速度，把每一个路边的停车平台当作这场壮游的休息站，一站一站下车，用双脚去踩踏这片世界级的海岸线。站在这处无名的停车平台往下望，眼前的景象真的让我们瞬间屏住了呼吸。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延伸进太平洋的巨大岩盘，千万年来被海浪反复冲刷，形成了一道道笔直又深邃的几何沟槽，仿佛大海在大地上留下的指纹。更令人惊艳的是，这灰褐色的砂岩上竟然铺满了一层厚实翠绿的海藻，在阳光的照耀下，与蔚蓝的海水形成极其强烈的视觉对比。我们沿着海岸线看过去，可以看见洁白的野百合在陡峭的草坡上静静绽放，为这粗犷的岩石点缀了几分温柔。而在这片大自然的艺术品中，我们还看见了与海搏斗的身影，有穿着防滑潜水衣的捕鱼客弯着腰在湿滑的岩盘上准备下海搏斗，还有孤身矗立在岩石尖端正屏息等待鱼儿上钩的钓客。雅令跟John站在这里，看着远方交界的海平线，再看着脚下这片生机勃勃的绿意岩礁。这不只是世界级的地质美景，更是一幅充满生命力的海岸风景画。在这一刻，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雅令和John坚持要掉头，让这片海洋就在我们的右手边，因为每一秒的停留都是如此奢侈的美好。这段路真的太惊喜了，我们沿途不知道停了几个停车场，应该有4、5个吧。真的是一看到不一样的角度就想下车瞧瞧，每一站踩下的刹车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视觉震撼。这片闪耀着粼粼波光的蔚蓝海面，远方朦胧的山脊在云层下若隐若现。而在其中几个停靠点，我们发现许多专注的钓客穿梭在粗犷的岩盘上。你看，这位大哥正熟练地挥动着长长的钓竿，与大海展开一场耐心的博弈。这画面真的很有生命力。再往前走一段，停车看到的景象更奇特了。右手边出现了一个造型独特的巨大岩石山头，它那层层叠叠的纹理，配上顶端茂密的绿草，简直就像是大自然的立体雕刻作品。经过了无数次的停车与惊叹，我们终于来到了这趟旅程最精华也最让人期待的终点——南雅奇岩。这里被誉为台湾最美的海岸线，每一块石头都像是上帝亲手雕琢的艺术品。我们望向大海，那座熟悉的基隆屿正静静地浮在防波堤外的海面上，仿佛在守护着这片神奇的海岸。当阳光洒在太平洋上，那种波光粼粼的闪耀感真的会让人看痴了。而在这片险峻的岩盘边缘，我们依然能看见无惧风浪的钓客，他们的身影与这片大地色系的岩层融为一体，展现出台湾东北角最坚韧的生活样貌。接着，我们终于来到了南雅奇岩的灵魂，这尊巨大的锥形岩石。大家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些石头会呈现像双麒麟或是彩绘岩一样的形状与条纹？其实，这背后藏着千万年的科学秘密。这里的岩层主要是由坚硬的砂岩组成，因为各层的硬度不同，
经过常年的海浪侵蚀与强风吹袭，产生了差异侵蚀，软的岩层塌陷，硬的岩层留了下来。那些美丽的褐色条纹，是因为岩层中含有丰富的铁矿物。当铁矿与水和空气接触，产生了氧化作用，就像铁生锈一样，在岩石表面画上了一道道美丽的红褐色斑纹，这才形成了我们眼前这场世界级的视觉飨宴。站在这些巨大的岩石旁，雅令跟 John 深刻感受到人类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这一趟东北角沿岸的探险，从惊喜、震撼到深度的地质巡礼，就在南亚奇岩的壮丽身影中暂时告一段落。旅程总有惊喜，今天雅令跟 John 临时起意，决定要在九份留宿一晚。雅令随即在网络上搜寻，没想到竟然让我们找到了藏在九份山腰里的神隐之森高级 villa。只能说我们的运气真的太好了，原价将近6000元的房型，我们竟然以半价3000元入住，这种感觉真的像中奖一样。不错哦。走进这座石砌的小屋，这才发现它大有来头。这里不仅是当年侯孝贤执导经典电影《恋恋风尘》的拍摄场景，更保留了老屋原本的轮廓。先到微光森林咖啡办理入住及确认住宿含早餐后，拿到开门密码。推开大门，那种与世隔绝的静谧感，真的让人一秒神隐进入山林。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充满质感的炕床设计，配置了2张超舒服的大双人床，木质的屋梁结构搭配水泥墙面，这种复古又前卫的风格，让整个空间显得非常有深度。房间各个角落都能看到雅致的摆设。从香氛、干燥花到充满温度的手写留言本，都能感受到民宿主人的用心，真的每一处都是完美打卡点。接着是这趟住宿最精彩的部分——卫浴空间。这间雷拉居然备有2套完整的卫浴，特别是这间主浴室，大面积的落地窗将户外的绿意直接引入室内。你可以一边在浴缸里泡澡，一边看着窗外的森林景致，这简直是5星级的享受。来到隐身山城的神隐之森，开车的朋友可要先留意停车资讯。这附近的小径较窄，建议大家可以找下方的九份消防局停车格，或是直接停进旁边著名的圣明宫停车场。圣明宫就在民宿不远处，位置非常方便。不过要记得，过夜停车费是300元台币。安顿好爱车后，就能放心地钻进小巷，开始享受这场如电影场景般的森林系神隐之旅喽。在舒适的 villa 彻底安顿好之后，山城的温度渐渐变得凉爽，该是时候出发去逛逛我们期待已久、好久不见的九份老街喽。一走出大门，山里那股清新带点湿润的空气，立刻让我们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我们顺着民宿旁这条古朴的石阶小径漫步向下，这里完全远离了主要观光区的喧嚣。窄窄的石板路两旁矗立着依山而建的老房子，墙面上斑驳的岁月痕迹，散发着九份最真实、最宁静的在地生活气息。走在这些高低起伏、错综复杂的石梯上，脚步不由自主地跟着放慢。两侧翠绿的植被与沉稳的石墙交织，仿佛走进了一个时空隧道。在九份散步最有趣的地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迎接你的会是什么风景。这里的路径虽然神奇，但其实非常方便。我们一边聊天，一边欣赏沿途淳朴的山城风光，顺着阶梯轻松地往下走。很快的，大约只花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耳边就开始传来了热闹的人潮与喧嚣声。我们已经顺利接到了最热闹的九份老街，那一盏盏高挂的红灯笼，琳琅满目的特色店家，还有空气中飘散着芋圆与各式小吃的香气，熟悉的怀旧繁华感瞬间扑面而来。雅令跟 John 的九份夜生活开始喽！逛完九份老街，享用完美食，最棒的压轴当然是把冰凉啤酒买回神隐之森 Villa 好好享用。瞧我们 John 安顿好后，立刻舒适地躺在单人椅上，一手一罐冰凉啤酒，双脚一翘，看着超大电视，这才是人生啊！
接棒的是雅令，洗完热水澡，围上浴巾，继续接力享用啤酒，完美诠释了什么叫彻底放松的神隐时光。从高空视角鸟瞰整个 villa 空间，工业风的水泥墙与温暖灯光交织出奇幻氛围。2张双人床之间居然摆放着粉嫩蓬松的特色草植，浪漫感瞬间爆表。最后聚焦这颗工业风复古吊灯与独特的特色岩石墙，每一个角落都充满了巧思与艺术感。今晚我们就神隐在九份的温柔乡里 ，Cheers！ 在九份山城睡到自然醒，真的太幸福了。一推开大门，看到民宿细心种植的马迭花正优雅绽放，充满生机的模样，让雅令非常满意，心情都亮了起来。欣赏完门口的朝气绿意，接着我们移步到餐厅，准备好好享用这份精致又丰盛的早餐。看着桌上满满的现做美味与用心摆盘，幸福感瞬间拉满，也为我们新的一天注入了最饱满的元气。享用完丰盛的早餐 ，John 和雅令迫不及待地冲回房间，因为这间 villa 居然贴心地提供了全套的咖啡器材，连精选的咖啡豆都帮忙准备好了。看着精致的手冲壶与整套器具，在九份微凉的早晨，亲手冲一杯完美比例的好咖啡，这绝对是度假最极致的生活享受。超赞的21，慢蒸一下。哦，有感觉哦。耶，来试试看。我来先试试看，如果很浓怎么办？就加水啊。怪怪。不会啊，好喝吗？不会很浓哦。嗯，不要动，不会很浓哦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不要动。手冲咖啡的香气扑鼻。John 和雅令各端着一杯，舒服地坐在薇拉的房间里，细细品尝，享受着慢节奏的晨光与这份难得的宁静。看着这盏造型灯泡里温暖发光的钨丝，正如他们此刻的心情，温馨疗愈，充满了幸福的温度。很棒。自己磨，自己泡，但是唯一可惜的是生贝。对啊，是什么？好像也是什么店呢？是。可是今天没有开。基本上就，你看那个树根，盘根错节。而且你看这又是什么？哎，来 ，Hello， 这什么植物？哎，蕨类的。这个啊？对对对对对，对，细叶蕨。对，真的就是在这个旧房子啊。35年的老房，对 ，Dust in the Wind。那个历史电影《烈焰风尘》的这一条墙，不知道是哪一面墙，至少就是好像是小小的一面呢。没有，也许是这个房子还没有改建之前，这神隐之声，就是这一面墙。对他特别写的话，有可能哦。对，这样弯过来这里，这一面这里就不太。退房后，我们带着满足的心情往下个景点前进。
一路上，雅令不断赞叹台湾真的处处是好山好水，特别是远方那座五耳茶壶山，线条多么漂亮啊！沿着海岸线继续前行，我们来到了充满怀旧人情味的福隆车站。既然都来到了福隆，那是一定要品尝最道地的福隆便当的。闻着扑鼻的饭菜香，我们一口气点了一个最经典的招牌福隆便当，还有一个现炸的排骨便当。看着这满满的在地古早味，口水都快流下来了。雅令跟 John 迫不及待地在大口享用那扎实的肉排与丰富的配菜，每一口都是最纯粹的幸福滋味，真的太满足了。旧名打鱼窟的福隆，地理上位于双溪河的出海口。而现在提到福隆，大家的第一印象绝对是那片拥有黄金沙滩的福隆海水浴场，特别是每年夏天举办的国际沙雕艺术季，栩栩如生的巨大沙雕作品总是吸引无数人潮前来朝圣。除了沙雕，来到这里最盛行的玩法就是租借一辆单车。每到假日，车站旁满是整排的脚踏车，大家一边踩着踏板，一边吹着海风，悠闲地穿梭在依山傍海的绝美自行车道上，享受最惬意的山海假期。来到福隆，大部分的人直觉都是奔向黄金沙滩，但今天雅令跟 John 可不是要去福隆海水浴场玩水哦，我们的目标是那条充满传奇色彩的旧草岭隧道。听说在炎炎夏日里，只要一踏入这条隧道，体感温度立刻会凉爽个10度左右，简直就像是大自然开的天然冷气。既然都来了，我们当然要亲自进去体验一下。虽然这里最盛行的是骑单车，但幸好今天是平时的非假日，一路上单车客并不多。看着空旷又舒适的隧道口，我们当下做出了一个特别的决定，那就是今天不租脚踏车，我们直接用走的进去。用双脚漫步在历史的轨迹上，反而能用更慢的节奏去细细品味这座由红砖与音符砌成的空间。当我们跨过红砖砌成的圆拱形隧道口，一阵阵夹带着历史墨香的天然凉风瞬间扑面而来，真的好舒服啊！说起这条旧草岭隧道，它在台湾的铁道史上可是大有来头。兴建于日治时期大正年间的它，全长共有2167公尺，是当时全台湾最长的一条铁路隧道。在地理位置上，它直接贯穿了险峻的草岭山脉。在过去，它是北回铁路连接新北福隆与宜兰石城之间最重要也最艰难的交通动脉。那首大家耳熟能详的台湾民谣《丢丢当》啊，里面唱到的火车过山洞，传说指的就是这里呢。哦，到了，出来了。漫步走出了凉爽的旧草岭隧道，迎面而来的是耀眼的阳光与开阔的视野。一抬头望向大海那边，忍不住惊呼一声。出现在眼前的居然是静静浮在海面上的龟山岛，这感觉真的太奇妙了。一趟旅程，我们竟然从基隆屿一路守望到了龟山岛。幸好我们平时常常爬高山，有在运动，用走的走完这趟依然面不改色，充满活力。看着这片绝美海景，吹着舒爽的海风，这段山海漫步的体验真的太超值了。走出隧道，看完了迷人的龟山岛，我们并不打算就此停下脚步。由于平常都有规律的登山运动，这点距离对我们来说完全是轻松写意。我们决定继续迈开步伐，一路步行前往石城渔港。我们今天的徒步道路非常特别，是紧紧沿着铁轨道路而行，看着铁道就在我们身边延伸，伴随着一望无际的蔚蓝海景。这种一边是铁道，一边是悬崖太平洋的画面，真的宽广的让人心旷神怡。走着走着，很快的我们就看到了石城渔港停泊的船只，顺着步道继续往上走，左边靠海侧随即出现了一座视野绝佳的石城观景凉亭。来到这里，当然要走进凉亭里歇歇脚。我们从凉亭那边直接望向毫无遮蔽的壮阔太平洋，静静的看海，吹海风，看着海浪拍打礁岩，真的太疗愈，太过瘾了。走进渔港，旁边的告示牌写着定制渔网、捕网晒网的日常。
我们看到好多外籍工作人员正顶着阳光，一针一线地整理着巨大的渔网。原来这是一种在海里设迷宫的环保捕鱼法。因为渔网长期浸泡，需要定期拉上岸修补、曝晒、杀菌。看着渔工们利落的手法，真的深深感受到讨海人默默付出的辛劳与智慧。就在我们认真记录这幕日常时，旁边的台籍组长发现了我们，还非常热情有趣地跟我们打招呼，大方摆拍。这份专属于台湾渔港的浓厚人情味，让这趟徒步旅程变得更加难忘。我们会来石城渔港，一方面也是一样来过这里，看到渔民拍卖渔获时的热闹。但是我们来的时机不对，无法看到拍卖场景。正打算离开时，很幸运地看到了2位单车客正在跟渔夫购买龙虾，现场喊价真的很有意思。这可以吗？这比较贵。啊，这2只呢，这是怎么算？这2只1400。呵呵，嗯，好，这个要吗？好，这个，这次看，这次看对吧？哦，这都没有其他小的哦。哦，这大只哦。这一只1600了，全部3000。这只比较贵。放假要吗？这只北渠袜的比较贵。我们拿其中比较大只，或是2只的。这2只。哇。好，啊，我提对啊，难得有这个。1500好吧？买啦，因家家就辛苦的啦，吼，歹势卖呢。我唔想摕这个弯刀来吃啊。啊，这3只都拿去好了。我这问题是。问题是。可以。 2900，再便宜100给你，好不好？好，我觉得可以耶。这个比较贵。你看，我们那次到日本吃的是什么？帝王蟹。帝王蟹这么少，都没有，还是都还在海上。没有了。对啊，然后被割到就好笑。没有骨头的。哇，拥儿。这趟2天1夜北海鲍鱼火锅、南雅奇岩9份神隐之森福龙便当、旧草岭隧道，再到石城渔港之旅，总算该看的都看到了，也体验到了。生活体验营，下集见。耶，成功！